好，欢迎宋安牧师、雪能师母，你们好，凯川在这里欢迎您啊！我们空中又见面了啊。那我们其实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讲到关于夫妻二人的世界啊，我们之间的关系要好，才能够呢，我们彰显出神的荣耀。那同样呢，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我们夫妻二人的关系也很难达到一个融洽。那甚至呢，就算是牧师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就像你们二位啊，非常好的这个牧师和师母的组合啊，一起共同的服侍，甚至在外面宣教但是都会相信你们之间在家庭的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也会有许多的矛盾出现所以呢，今天就来聊一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儿我们当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解决？特别是讲到这个平时生活中其实都是躲不开的。比如说生活中吃个饭谁做饭谁洗碗等等等等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不知道在你们二位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磕磕碰碰的师母可以先来讲一讲吗？最近发生的事情前一阵子不是过年嘛那我老公又这个神学讲座就变成线上举行，然后再加上平时的讲道也要预备嘛，新年的东西也很多他就忙得这个晕头转向就是非常的忙碌到有一天呢，他回到家来那我也在忙我的事情嘛，突然之间他就对我吼啦，说你怎么碗怎么都没有洗，然后怎么，然后呢又讲一句，我明天都不帮你做早餐了平常早餐是他预备的嘛然后呢说吼了一下就把我给弄晕了我就想，我一开始在思考，我记得我有洗我还收了难道是我记错了吗？还是说我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他的要求是比我高的我就才认真的思考一下，我是不是真的像他这样没做我后来想也不是没做，就是并没有比平常特别糟，也没有比平常说多好，也倒没有。但我后来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就发现说我老公的这个情绪状态有一点破表这太常发生，就是他的工作量已经满额了他已经受不了了他的爆发的方式就是挑剔我的不好我知道他有这个模式我那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闭嘴不回话，也不跟他对呛也不针对这个什么洗碗的事情，或是谁应不应该做早餐怎么的来跟他往下纠结，我就停，我在我这边我就安静然后就知道他状况不好，他需要一点时间恢复后来到第二天早上呢，这个灵修嘛我老公是有在做每日灵修的视频的哇，那天早上的灵修经文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7章12节不愿意这样子去顺服，愿不愿意这样子去接受？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的待人。你愿意别人对你真的是宽容，那你也对人家宽容。那之前所讲的几个，你爱仇敌也好然后呢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知道这个话从别人讲起来我可能听得进去从这个昨天才刚喊我的吼我一阵的这个老公嘴里面听出来，我还听了他视频放给我听，我真的很难消化，你知道吗？那刚巧那天早上呢，他真的也晚起了也就着急的就收拾，立刻就要出门，也真的不给我做早餐了我就在那边一方面也难受一方面也纠结，心里就在想，后来就有一个问题就临到我，说他不替我做早餐，那我该不该替他准备午餐呢？平常是午餐便当袋是我预备的嘛给他带去上班，那他这样对我要不要这样对他呢一想马上就落入了这个以牙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个范围里面嘛，我就要以德报怨特别难
我后来就想了一个问题说，他要怎么对我哈，那他要选择哈，我怎么对他，我怎么回应，那是我要给神交账的嘛哈。我就在万般的挣扎里面哈，起身去到厨房，决定替他把这个午餐袋子装好。结果打开午餐袋子呢，一看，哎，他自己已经装好了，其实是已经做好了，放在冰箱。以前就是我把它装袋这样，他大概可能不要期盼我替他装，他自己先装了。可能是因为我先生注意到我有在关心他午餐这件事情，而不是就哈，那你去你的，我不管哈。他后来口气也软下来了，就对我说，你的咖啡我预备好了，在微波炉，待会你自己热来喝哈。口气就不要软了哈，就出门了哈。那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吗？哎，并没有哈。2、3天后哈，有一个同工，他呢可能也是遇到就是事工的事情，就是太满了他就是情绪控制不好，然后呢就有一次我们就在逛 Costco 的期间，他就打电话来给我老公啊，哎呀，那个无理，可以说是到某个程度无理取闹，就把各样的就是倒给我老公，就好像我老公对我一样哈，5倍10倍的倒给我老公哈，那个分量、强度跟那个时间哈都是好几倍了哈。然后我就在旁边，一方面也是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哈，另一方面我事后想想还真是哈，我觉得神透过这件事情。让我先生体会到我那时候的心情，就是他也不能吼回去嘛，就要耐着性子好好的解决嘛哈。第二个呢，我真的也透过这个事情去看到神是真的。他说，你们愿意怎样待你们也要怎么样待别人哈。那我先生他。发出去什么，他就几倍的回收嘛我那时候就很敬畏神啊，又主啊，你是值得敬畏的，我们要我后来跟我先生讲我的感想，他好像不太认同但我自己是有这个体会啊，就是别人怎么样怎么是一回事，我自己要决定我怎么回应嘛哈，这是我的收获啊，可能我先生有不同的观点哈。好啊，真的，我觉得这是特别真实师母也会遇上这样的情况，这么点小事儿哈，谁给谁这个洗个碗，谁给谁做个饭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这个芝麻粒儿大的小事儿，但是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一天的心情，甚至几天的心情并且在这当中也能够感悟到神要教导我们什么。那宋恩牧师，当时这件小事儿发生了。我听到的就是师母她很理解你理解你当时的工作压力很大这个情绪有点爆棚爆表但是您自己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的呢？您有没有一些什么对师母的那种情绪的表达，或者是她的语气的表达的那种感受呢？那在神里面您又能学到些什么东西呢？您来讲一讲好吗？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谢谢。那就是我们原本在这个婚姻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好，他做饭，我洗碗，所以平常洗碗我都没有任何问题。但后来我是自己主动愿意帮他做早餐，那还是我自己洗。但我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会请他帮我洗，因为我可能早上一早就有，如果教会就有事情，我必须赶着那个点去，我就没有时间洗。如果不洗的话呢，有时候到晚上我回来的时候都已经干掉、硬掉，就变更难洗。那时候我就会觉得有情绪，觉得说你只是帮我洗，或者你帮我泡在水里面，我回来再洗我觉得也就是可以接受，因为比较就是洗个碗也不用花很多时间。但是如果没有泡水后，就变得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已经这个请你帮忙了，这样你也不帮我的话，我就会情绪就会，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就之前已经发生过几次，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会情绪又特别的难以控制。那加上刚刚讲的，没错，那个礼拜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的挑战周，因为我所有时间都被卡死，我要加班加点的去把我原本应该做的事情做完，还有再额外再付出，因为有一个新年的晚会我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而且我们不只是当天晚会，我们之前还很多前置的工作，在这好几个礼拜前已经开始在做了，所以已经是积累1-2个礼拜的压力，到时候又是最高的那个部分，我觉得
那个时候我的确就像他讲，我的情绪已经超过我的能够承受的界限，所以就爆发出来。平常我就可能可能讲一讲，然后或者是说你怎么没有帮我，然后或者是我就还是会去把它洗完。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愤怒，然后觉得这个我已经请你帮忙，为什么你还没有帮我？那就报表出来，就变成是一种很说气话，变成就是你不帮我好，那我也不帮你做。那这样的一个方式是绝对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啊，绝对不能学的。那当然，我想很多可能听众朋友，你们也不用从我学啊，可能从你们的家庭原本的原生家庭也都学到这个东西了。那这总而言之呢，这样的做法呢，其实让两个人关系就变得更破坏了，没有达到可以更加的同心，或者达到可以得到他的同理跟帮助，这是一个负面的沟通方式，一种威胁的口气。那第二天早上，我的确也是赶着又要再出门，那没有像以前一样帮他把早餐全部做好，端到床边，然后两个人有一个温馨的早餐吃完，然后再一起祷告，一起 kiss goodbye 上班。我就匆匆忙忙把它弄好了，就像他刚刚讲，这些咖啡放微波炉，然后我自己把我自己的午餐带好，然后就准备要出门了。然后他那时候才刚起来，我就把这个事情就很冷淡的跟他交代了一下，然后我就要去上班去忙了。那但是这过程当中，其实上帝也是在我身上做工，提醒我说，你这样的方式是达不到我想要的结果，而且反而是越来越糟，火上加油。那我觉得我太太就是他刚才讲的，他做了非常明智的决定，就是不跟我去回嘴，去争吵。那我已经这么忙了，我还要再花时间跟他吵架的话，那我就事情就会更做不完，我的压力就会更大，我的情绪就更糟。所以他那时候做了非常一个明智的选择，就停在这边。那他知道我需要一些时间去处理我自己的情绪，然后处理好了呢，他也因为我们过去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也有带着那样的一个期待或是信心啊，说我会回去跟他修复关系之类的。我在猜啦，所以他就在那边就是先保持安静，然后呢，我让他不好受，反正他也知道上帝一定会管教我，上帝的仆人一定先受上帝的管教，要不然怎么能够去好好的去牧羊呢，对不对？所以就像他讲的，过几天后呢，我就被人加倍奉还了。那过程当中，当然也是很不舒服，也觉得对方真的是因为我也体会得到他的压力跟情绪很大，因为我也是跟他一起负责这个新年晚会的，所以我就自己知道说他也的确很辛苦，但是他的方式可能就跟我一样，就是把它发泄出来。那对两个人的关系跟沟通事情的解决，不见得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之一，但是我可以同理理解。那我也就是没有去跟他去计较这些事情，然后就承接下来了嘛，就对方也是很难过，但是我也就是其实在那之前我跟轩就已经关系比较恢复了，就我有一天那天没有给他弄早餐，不是有做但没有跟他一起吃，但再隔一天其实我就帮他也做了，就是跟平常也恢复跟平常一样，那也跟他说对不起，我这个前天我的口气啊，然后还有我的用这种报复的方式呢，是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更糟糕。那我谢谢他对我的包容，那我们也已经和好完了，我跟他结束了，但是呢，我跟上帝间还没有上帝透过的方式，让我也加深的印象说，这个对于这个不知道怎么没头没脑一波情绪浇下来的人来说他是很难受的。那我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别人是搞不清楚你跳出来很好的这样一种情绪倒下来，是真的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也让我有好的学习。那当然这是所有人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啊。后来我也跟跟我冲突的这个同工也后来也和好了。那就过一个礼拜，大家情绪静下来，然后就好好的找个机会，就是跟他谈。他也坦白说，他那天的确情绪太糟了，我也不需要跟他道歉。我说我要跟你道歉。
他也就必须要到他自己发现他的情绪有点破表，反正 anyway 我们就互相的彼此说出来，然后也彼此的这个后来一起祷告就是在神的面前去来处理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插曲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可以有一个成长跟去面对关系修补关系跟一起在有更好的可以更加建造关系的机会。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很真实的发生在我的家庭里面，就发生我在教会里面发生在这个同工合作当中都会有的。我想我们只要我们都是人，我们每一个人观点脾气各方面做事的方法不一样，就是会有这些的摩擦，但是在这个摩擦当中我们才越来越看到自己需要放下那些自私骄傲或是自我为中心，能够去换个观点去站在别人角度去看，其实我认为自以为意自己觉得对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对，那我的方式我的东西的情绪都可以再进步再更好的去提升跟掌握，以至于我跟人的沟通关系可以更和谐跟更蒙神的祝福。那这是我自己的这方面的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观察跟我的观点，大概是我的观点大概是这样子。谢谢牧师那师母你有没有什么补充啊？我学到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然后另外一半其实真是也挺重要的我如果没有办法有那样一个安静的心自己在那边可能就是依靠神的帮助我可能就掉进那个你不是答应了吗？洗碗这个是你婚前就怎么样，就开始指控他了，对吧？就可以指责他了。你这么，然后一般就是你跟你说过多少次，你在外面工作的压力，你要在门口就卸下来，你不可以带回来对我发作怎么的，就是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他做不做得到？他做不到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夫妻双方有时候需要成为对方的那个情绪的这个舒张剂你就是要知道说，有时候如果我自己当周可能在神面前没有安静啦，自己也是很枯干啦，我可能一点我就着了，对吧？马上就跟他抱起来了，对不对？我也很累怎么这个冲击吵架，其实都从这个，其实洗不洗碗或是发不发脾气，有时候次要。重点是在那一周我的状态是不是一个好的状态，然后我如果超过，我知不知道我超过，我知不知道要赶快退步回来因为我晓得我先生，我有注意到他就是一直都在一个那2周3周特别情况工作高压，所以我能体会他，是因为我在神面前平时就有有喂养有饱足有爱的安全感，所以我就不会觉得他在针对我，我就能够体会说他现在状况不好，你要给他时间空间包容，你就有这个爱的空间可以转换如果我平时没有这样，2个都没有，2个里面起码要有1个有我不敢说我总是在那个状态，可是感谢神那一天我很快醒过来，哎呀他状况不好，不要跟他回嘴，不要跟他计较，他不是针对我他是他自己这个顶不住了，他过线了，他不晓得。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见得对，所以真的也不是那个事件的问题，不要落入那个陷阱。神在这当中在你们2人世界的这个关系当中，真的起到一个非常的巧妙而且很幽默的一个角色神第2天就把一段经文赐给宋恩牧师，然后呢，其实这段经文呢姐妹这个那个雪伦师母也听到也是对姐妹的一个提醒和弟兄的一个提醒。双方都有提醒就是你要别人怎么爱你，怎么对你好你也要反过来先要去做怎么去对别人那同样我们想到就是，那你
这么发脾气对别人，自然可能别人也会这个以牙还牙的把脾气发回来啊。所以呢，这个才是神的真正的一个公平和公义的展现。其实我们常常觉得说，哎，什么是神的公平，什么是神的公义呢？在这条的神的这种法则当中，我们就看到了，真的是这样，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来有往的。那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应该有来有往的啊。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爱神，那神那么付出对我们，我们又做出了什么啊？我们就听他的话，来顺服神，来跟着神走。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和神有好关系的时候，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家庭也会产生一个和谐的关系哈。好，那非常谢谢二位今天带来的这么好的小故事和你们自己生活当中的体验非常真实，也是感受到神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带领和教导。好，谢谢。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